来的躲不掉，既然躲不掉，就杀掉好了。我们有12年未见了吧？岁空刀王仁孙。原来是你这不男不女的家伙呀！掌香大剑，进仙公公。掌香大剑，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说吴昕呢，怎么你一到哪都是1等1的高手，而且还是一副要打架的样子？1等1的高手要打架了吗？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是笨货，行货，笨货，行货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下来吧。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闭嘴！劳烦掌香大剑，不远千里来找我，真是荣幸啊！大剑，金仙公公，别太过分！要想动手的话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怎么了？这回你砍不下去了。锦仙公公是来找我们，至于我们俩的事，一会儿再说。下面那个拿刀的醉汉，看起来也像是个高手的样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吴昕要找的人就是他，就是吴昕说的那个世交。上一辈的恩怨吧。请公公出见。沈静舟，吴昕，听说你学会的奇奇怪怪的武功有很多，这一次打算用什么呢？大搜魂手，大悲副主的武功你也学会了。周儿，锦仙公公这是怎么了？看也不看我一眼。风雪剑沈静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锦仙公公在17岁时进入江湖，以风雪剑成名，如今的吴昕也是17岁。吴昕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么有趣的人，杀了还真是可惜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周儿，心魔已对我们有用。
意思？那么多的废话！碎空刀。若是前些年，我还真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现在嘛，哈哈哈哈。小无心，现在王仁孙也败了，你要不要让你上面那2位小朋友来帮帮你？躲躲藏藏的，以为我没发现你们吗？小泽，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嗯。停！凉风率雨力，游子寒无衣。我们走。小无心，九龙门的人马上就来找你了。想逃的话，就快点逃吧。逃不掉的。是，你的命能逃掉，但是你的命运逃不掉。睡觉。你干嘛？打，就知道打。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锦仙要是有杀你之心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静的跟狐狸一样，你还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可能是看见你那不要命的一拳吓着我，觉得不是对手跑路了呗。我倒是希望是真的。师傅，我们为何要走？他们分明不是您的对手。你们懂什么？那个无心练成了罗刹堂内32门秘术，可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最重要的是，灵君，马上备马，我要回宫面圣。是。过来，你干嘛？站着别动。不相干的人都走了，现在谈一谈正事吧。你长大了。废话，都12年过去了，你以为还是那个5岁小童吗5岁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多少？记得很多啊。记得那时候，我总是骑在你的肩膀上，拔你的长胡子。还记得那时候，你的一手碎空刀耍得出神入化。还记得什么呢？记得你背叛了我爹。12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来杀我？我问忘忧大师，他说：“世间凡事皆有因果。”还给我讲了很多佛理。我不是和尚，
也不懂这么多道理。我就是在想，你来杀我的时候，我会做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把刀递给你。他害了我爹！我要你杀了他！现在就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诸法因缘生，因缘尽故灭。江湖上的恩怨情仇，等你长大了自会定夺。明白吗？老和尚说，要慈悲为怀。放心，我不杀你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不杀我，说明后面会有更麻烦的事情来找我。不麻烦，只是要你帮我做一场法事。做法事？我虽在大梵音寺修行，但我不是和尚。不是要你做，我要整个大梵音寺为我做这场法事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睡着了，高人啊！师兄，师弟有一事相求，请你帮我做一场法事，要请300个和尚。你是老和尚这辈子剩下唯一的朋友，让你主持这场法事。也算是报答了他这么多年的唠叨。3日之后，我来这里找你。那做完以后呢？再之后，活下来再说吧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了。12年前。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。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行。吴心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
这就能吃了？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。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。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快点把吴昕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赶紧把人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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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出来就找死啊！住手！吴昕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情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
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的。闭嘴！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洗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了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，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修成心魔饮时，老和尚跟我说，世间有2种人可以不受我的影响，一种是天生玲珑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未经凡尘侵扰；还有一种，则是心思太深，再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不想。犹如万丈深潭，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。想必这前者说的是这个小憨货，后者指的是我。那沈敬周呢？他不也破了你的心魔印吗？景仙公公并未破去我的心魔印，他的确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，只是他意念太强，只困住了他片刻。而你们不同，我与你们对视时，不会有半点波动。所以呢？罗刹堂被老和尚毁了，我若是再死了，里面的武功就会失传。所以，我想传你们2人，一人一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名字呀！师兄，你说这吴昕究竟想做什么？那么多人追他，他还不赶紧躲起来？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岂不是很危险？听声音，好像是在做超度的法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漏剑通，邪魔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，加快速度，撤！原来吴昕是在给忘忧大师做超度。我听师父说过，他的故乡就是鱼师。难道吴昕的目的，竟然只是为了让忘忧大师落叶归根？落叶归根。吴昕师弟不是魔，师父也没有助魔，凭心而动。我终于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。驾！走吧。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
策呀，失策。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机锋！啊？什么？什么机？哎呀，什么机不机锋？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！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。萧无心，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阵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。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
阵成了。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吁！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哦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，嗯，你说的没错。师兄，这无心先生除了有点罗刹堂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这罗刹藤的武功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无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100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一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呢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1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无心，你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无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产。那你可知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
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吴心猜想，大觉师傅见了吴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1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吴心，吴心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步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吴心身上的魔气。吴心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！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哎呀，熬了半宿，终于等来一招好棋。嗯？嘿呀，你这一夜纵横四杀，不留余地呀！姑呢，不得不提起万分的精力，让自己输得不要太难堪呐！哈哈，这熬了半宿的人，应该是姑才对吧？天臣不敢。很久没与国师对弈了，但观国师这棋路，却较之前浑然不同了。圣上明鉴，天臣最近确实有些感悟。将来，世间万般诸法千变万化，唯阴阳平衡不破。这阴阳，既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是冲是挡，是追是放，奇招万千亦不过，输赢两种结局，对弈之人也不过得失两种心态。国师何时学会含沙射影了？天臣不敢。哎，话都说开了，那就继续说下去。质子之事，国师以为孤得了什么，又失了什么？天臣斗胆，圣上失了一枚质子，得到了国之安定，人心之道义。
看来国师也觉得此事现在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天辰是这么认为。哼哼，还有一事。一事？不，一人。顾听说，他也出现在此事之中了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啊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哼，但愿吧。诸位，这下官风，上桃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说的便是我们雪月城的四绝，风花雪月。师叔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雪月城除了这四绝之外，还有一绝，人就不见了。这江湖人士想要拜入雪月城，首先要闯这登天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去。想当年，这混江湖的老乞丐徐维，一口气登上了登天阁10层啊！这下得阁来，好了碗酒，喝罢酒，提着他那破棍子，再次登上登天阁，又连登了5层啊！上来这个，师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飞师，走了走了！哎，飞师，你别出来了，再听我，走吧你！这么磨磨蹭蹭的，你还想闯阁吗？我这刚听到兴头上的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，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那倒是。不过啊，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，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，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你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，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？哎呀，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莫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尽得师祖真传，会那望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嘛，我估摸着他能闯到
江南霹雳堂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，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1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！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。不试一下，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。那13层那家伙，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骰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两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江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，视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赌
不过是一个小伎俩。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，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！我明白了。站开！让开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二位喝杯茶。哦。紫薇望气，倒也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树？哎，飞轩莫动，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二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轩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才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，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，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掌香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。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！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
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剑来砍我的脑袋。萧四，乾隆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这么听来，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刘姐，你这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比就比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晚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用缘分喝酒？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侠情而已。哎！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标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上楼头弄玉箫，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舒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1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都倒了，我就试试。
这酒，这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他有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寻梦频率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那小家伙已经闯到10几层了，定是来寻你的。你不见见他吗？说不定是雷家让他来寻雷云鹤的。若是雷家派他来，他就拿着名次找我了，何必去闯登天阁呢？我见过那孩子，一袭红衣，和他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傻乎乎的性格是学他爹爹的。和你听说你等的那个人也入城了，你为何不去见他呀？你都不急，我自然不急。师兄呢？为何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呀，他为了酿他的孟婆汤，要去海外仙山去寻求他最后一味草药。哼，孟婆汤，过去的事情，他就那么想忘记吗？他最想忘记的，只是一件事情罢了。哎，我们正聊着雷无节，怎么一下子拐到大师兄那儿去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真不想去见他？哎，我说你这个执拗的性子啊，真得改一改。他可是你的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不提雷无节了。除了雷无节之外，还有一位你故人的弟子也来了。故人？望城山，赵玉珍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。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。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
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 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 孟婆汤，孟婆汤，只需喝上一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啊！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一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。 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刺剑的时候要放。 走，收回来，停止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练了。小杰起来，小杰最乖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我们继续练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好不好？真乖。 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。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 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竟一刀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鳞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吧。 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余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节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节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顶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 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 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酒仙百里东君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 瑟瑟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 1天1夜了，
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1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3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节，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来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五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，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，所以才叫他憨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月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三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三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2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2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？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
确定是王叔亲笔所书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哎，秦老，放心，三师尊一定不会为难萧瑟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。所以，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伽罗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2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止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？哦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啊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
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邪不认同这样的江湖。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心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，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他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啊！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有那人的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昨晚实在是太过于混乱，我们的人在追击的途中，还和几部探子发生了冲突，结果故意露出破绽，引我们上钩，顺藤摸瓜地找到我们的营寨，然后出其不意地制造大混乱，自己逃跑，借我们的手帮他清理掉身后的尾巴。这个无心真是好算计。现在除非剑仙出手，再想找到他可就难了。公子，要不要请？这种小事不要惊动义父。而且我已经猜到他要去哪里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还说我们没走错，这分明就是一家北离的客栈。我们这是绕了回头路。路可能走错了，但方向肯定没错。我们一路往西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是师父。
真是见了鬼了！杀！谁？什么人来杀你的？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小子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吧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子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？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家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
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傅不愧是人称百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。不过我相信，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骆青阳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傅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傅觉得，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影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在师傅眼中，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。师傅，该您落子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无极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2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木良城。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、南雪月、东无双、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
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这可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青阳。孤剑仙洛青阳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青阳独坐木良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青阳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良城内就只有洛青阳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青阳剑仙的名头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青阳的武功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姐，刘姐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，看看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啊？快到了，上！莲，很甜的哟。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。果然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套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。少林寺的。
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的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，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二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，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，二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。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，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。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于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莲系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？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莲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，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
五大剑里的第二高手长相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哪里去了？沈敬周也去了。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毫发无伤，现在也向于氏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的。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，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，魔教我的酒，这棋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。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完，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？只有4个字。是哪4个字？平心而动。这不简单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无禅师傅，这平心而动，在佛家可有解释？佛曰：随心、随性、随缘。这不和我说的一样吗？无禅师傅，在你眼里，吴昕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在下很小的时候，就随大觉掌门离开了寒水寺，之后就很少同吴昕师弟见面，了解不深。但是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令我印象深刻。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吴昕师弟，只是何为神魔？此事应当由谁来评判呢？我不知道。师父他们说什么是魔，那我就除什么魔。经书上说，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的不是外魔，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听你亲言，我一定不会相信，这是一个5岁幼童所说的话。我自小出生在唐门，门规森严。12岁前，在内房6门修炼心法毒术；16岁时，练成了外房32门的所有暗器手法；17岁时来到雪月城，拜师尊为师，至今已有6年。这23年间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既定好的，我只需要完成即可。
这平心而动，我不太明白。有什么好琢磨的？师兄，你就慢慢想吧。本姑娘啊，先去睡觉了。巫山师傅，明天就要到鱼师了，若见到令师弟，你会怎么做？平心而动。堂兄慢想，在下先回去睡觉了。平心而动也好，随心随性随缘也罢，遇见之时，心中那刹那间的反应，便是你的心了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更何况在马车上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。你呀，就是想太多了。这么瞻前顾后的，哪有个少年郎的样子？想不通就先别想了。明日我就要回三顾城去了。你路上要小心哦。撤！吴昕，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这次法事势必会惊动整个鱼市，到时候会有很多高手赶来，你有信心吗？那又如何？老和尚已经不在了，谁能管得了我？小子，那是什么呀？难不成是舍利？舍利？有些高僧在作画之后，身体里留有珍珠般不溶不灭的物体，俗称舍利，是佛家圣物。老和尚死后，身体瞬间沉迷，但在那灰烬之中，还留下了一颗舍利。我便想带着这一颗舍利回到玉石。老和尚生前回不来，死后我带他回来。
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莫哭，你该回你自己的家了。无心的家是寒水寺，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啊！又想家了吧？师父，有一天你也会像父亲娘亲一样突然离开我吗？傻孩子，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的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寒水寺只是你一时栖息之地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这次哪儿也不去，这次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别叫我大剑，大剑可是宫里那位才能叫的。锦仙宫，你这么恭敬，我倒是不习惯了。那年跟我品茶论道的白衣小友去哪儿了？那时你来找我，是品茶，可这次来，却是抓我。宫里那个人的命令我不得不听，但是保住你这条命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就走到那儿吧。这一路上，雪月城、九龙门、无双城、天外天，他们都来找过我。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说不会杀我，所以你这个条件嘛，似乎也并不特别。雪月城也好，无双城也罢，我跟他们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一次我带不走你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